สวัสดีครับทุกคนผมพี่杨洋ผมเป็นคน今天我来北ที่ไทยครับไม่เจอกันนานเลย今天录这个视频呢是想聊一聊地震的事情当时在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当时我就感觉到有一点点晃动我第一的想法是可不可能是会地震呢然后我让自己的身体安静下来我就这样安静感受然后还是感受到了晃动那我确定这是地震所以我大脑给我发出的信号是逃跑那我在逃跑的时候我肯定要带着我的狗狗当时我的狗不在这里当时我的狗当时是在这里我第一时间从这里抱起我的狗然后迅速的往下跑我就这样跑这样跑这样跑跑下楼我正拍着视频呢他回来了下班了我在跑下楼的时候我这儿有两道门第一道门我打开这一道门的时候还有一道门然后这个锁是在这个位置的因为我男朋友出去上班的时候他会把锁锁在外面因为他在外面嘛但是我当时特别紧张我第一的想法是赶紧找钥匙我的钥匙通常是挂在这里像这样挂在这里但是我当时特别的紧张我在拿钥匙的时候手都是抖的然后手这样就是抖啊一点点就觉得半天也没有办法把钥匙插进去整个过程我觉得非常的漫长我觉得每一秒钟房屋都会倒塌但是幸运的是没有我迅速跑出了外面当时我就在这个位置站着然后就感受这个地震一直在颤抖当时邻居们也都跑了出来邻居跑出来之后他们在讨论因为我不会说那么多的泰语然后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虽然我不知道他问了什么问题但我确定他问的是不是地震了然后在我没有听懂他的泰语的时候我就说这个然后现在我已经学会了这句泰语判定外这有一个椅子我当时就是坐在这个椅子上抱着我的狗给我的男朋友发消息我说地震了我男朋友马上就回消息说是的并且给我发了 Facebook 上面有人发布的视频上面视频里边显示卡图卡的那座国家审计局大楼已经倒塌了我看到的时候非常惊慌我没有想到它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竟然会有那么高的大楼倒塌然后紧接着我的一个朋友就给我发消息说地震了当时他以为他自己是低血糖所以有一些晕后来他才反应过来他原来是地震了他说他当时在40层楼我说如果在40层楼大楼真的倒塌的话你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生还就是你一定会死在里边他说当时他的腿都在抖迅速的就往出去跑紧接着持续很久的时间我都不敢回到自己的房间更好笑的是我当时连衣服都没有穿然后我坐在外面抱着我的狗一直不敢回到屋子里边一直在给我男朋友发消息我男朋友给我发了一些他们医院那边地震的一个情况再后来我发现没有那么震了没有那么震的时候我就想回到屋子里拿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东西然后我就迅速的回到屋子里拿走了我的护照因为一旦发生严重的房屋倒塌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我需要证明我的身份所以我先拿走了我的护照然后我的充电器还有我的摄像机还有给我们家狗狗喝的水这个东西一起带走了就这样我在外面坐了大概1个半小时2个小时这个样子后来我觉得实在没有地方去我就抱着我的狗到处溜达在外面比较空旷的地方后来我看新闻有很多condo都坏掉了然后我老公的朋友的condo也坏掉了拆买呀拆没拆马里condo
broken แล้วใช่ไหม一直到晚上的时候，我都特别担心这个房子会塌。后来我去查了一些资料，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地震，我就查资料，好像这种矮楼并不太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住的这个房子就只有3层楼，但是还是以防万一，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穿上衣服。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我是裸睡，我是上面下面都不穿衣服的，所以那天晚上我穿上了衣服，一旦发生了地震，我可以迅速跑出去，而不用去找衣服。然后在网上有一些中国人一直在说，大地震跑不了，小地震不用跑。我还有一个也在曼谷住的中国朋友，他住的房子在28层，然后当天晚上他特别害怕，所以他租了一个这样的房子去居住了2天。我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在遇到地震的时候，如果跑不掉的情况下，怎么尽可能的让自己生还。找一个像这样的地方，就是有一个空间，正方形的一个空间，然后你藏在里边。如果可能的话，比如说你可以用枕头啊，或者是被子之类的包裹住自己的身体，然后保护住自己的脑袋。再后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些新闻说余震的次数已经达到了100多次，但是那些余震我就没有再感受得到了。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也一直在关注新闻，就是那座倒塌的大楼其实是一个中国的承建商在建设的。还有就是最近几天我一直在关注新闻，想看一下那个倒塌的大楼的情况。我看最新的新闻是通过热成像可以扫描到废墟下面还有没有生命，所以我看新闻是说下面还有大概70人左右在埋在下面，但是目前为止已经过了黄金的72小时的这个救援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大概率的生还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仍然希望会有奇迹的发生。那座大楼是中国的一家公司来承建的，这家公司叫中铁时局。在1年多以前，他们就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发布封顶大吉，那意味着说整个大楼的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完成了，那剩下就是装潢的部分了。那这意味着就是说它是有一定能力进行抗震的，但是它却成为了唯一一座在此次地震当中倒塌的大楼，那也让几十人丧生了性命。所以泰国政府也联合了一些调查组去调查为什么这个大楼会倒塌，也去现场取了一些钢筋的样本，发现有一些钢筋是不合格的。但是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定论，还不知道这些责任是属于中方的公司还是合作公司还是谁，就是现在我还不能说是谁的问题，只不过是说我们还要等待政府公布的官方调查结果。那最后我也非常非常希望泰国可以早日恢复到地震之前的活力，更希望在废墟之下的人都可以活下来，希望有奇迹的发生，我们一起来祈祷他们可以生还。那如果你喜欢看中国人在泰国的生活视角，那欢迎点击订阅，点击喜欢，打开小铃铛，谢谢你，ขอบคุณค่ะ，สวัสดีครับ